骗人，你明明能看得见。这叫听声辨位。这2年我一直在练习，早晚有一天我会看不到，总不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吧？松手，让我起来。你松手！小武艺，血瘀会越来越严重的事儿。2年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不仁，打算半路便丢下我，你不怕我反悔吗？那你还能退婚不成？反正和离书已经被你给烧了。你怎么哭了？这血瘀之症无法医治，即便是我告诉你，也只是徒增你的烦恼。可你若是早点告诉我，这2年我便不会离开你，我也不会没心没肺的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好了好了，这2年，你跟随矿藏图寻矿，行万里路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将妙手开遍大业，助百姓民生。你可还畅快高兴？你高兴快乐才最重要。小武艺，我告诉你，这和离书啊，我还没烧完呢，还剩一半。你要是以后再有什么事瞒着我，不告诉我，这世子妃谁爱当谁当，我不当。但还想骗我？想反悔？我图纸，小武艺，你根本就能看得见。看不见。子期，你听阿娘的话，以后若是碰到像世子爹爹这样的人啊，就离他远一些，免得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世子爹爹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为了哄女郎开心，把绝症说成风寒，不知保养，心里没半点数的人。可是阿娘，我以后不想学医。那你想学什么？我想学下毒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还想学家于姨母的机关之术。若是能将2者结合，定然威力甚大。我那日还看见，哎，阿娘，手下留情！段子期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以后少跟那家于姨母混，她那炼丹炉，你要是碰一下，老娘剁了你的手！你看看，你都教了子期什么？明明是你不肯松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为你做的路障。里面有机关，不用的时候就可收进袖内。不过你已学会听声辨位了，我看你也不学。哎，谁说我不要？谢家园。其实我在狱中写的和离书是假的，我从未想过要与你和离。我知道。2年前，蕊生告诉我，有一种法子可以清除我的血瘀，但风险极大。若是失败了，我可能随时就会丢掉性命。但为了改制，我放弃冒险。对不起，你说我自私也好，无耻也罢。即便是我知道我注定要辜负你，我也绝不会放你走。若蕊生阿紫知道你不好好休息，还流眼泪，又敢骂我了？他不敢。你可是我的世子妃。我从小就失去了亲生父母，阿母
太傅、乐君和阿茂，也都一个一个离开了我。我这一生，好像一直在学习如何与人告别。所以你别担心，我很擅长与人说再见的。就算真的有那一天，你离开了我，我最多也就为你哭1个月吧，不，3个月。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便不算你违背承诺，可以吗？说说看。3年也好，5年也罢，从今日起，忘记蕊生阿紫给你的期限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想着我还在等你，你能不能为了我多撑一刻是一刻？我们能一起走多远就走多远。我只要你尽力，我也尽力，我便不算你辜负。这3个月太短了，真的太短了。3年好不好？我死后3年，你再忘了我好不好？你就不能说你再努力一点，争取不死吗？好。放心，世子虽然不惜命，但我这个大夫还是很在乎招牌的。我会尽我所能，让他活下来。多谢阿紫。好在如今有你，我的胜算反而还大一些。可他已经拖了这么久了。生命是很神奇的，有时候求生之志比什么都重要。曾经我眼中的北府统帅萧无一，更像是一件冰冷的兵器，是没有生命的。他几乎为这天下付出一切，明明是天下为己任，但却好似从未留恋过这天地间的一草一木。直到遇见你，有志之人贪生，殉道之人求死。佳玉，你一定要拉住他。你自知命不久矣，5年、10年，根本不够完成你心中的宏图霸业，所以你急于北府改制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读你狱中留下的兵法策论。你明知我身世，却不置一词，是因为你笃定最终我一定会认可你的想法，你也笃定我一定会北伐，是不是？20多年过去了，多少大业移民在我大业的故土上，被北秦视作牛马奴隶，直到今日，他们还在等待着文熙太子。可30年后、40年后呢？一直，你与太傅不同，世家不思故土安于享乐，可齐王永远不会忘记齐州陷落。但我不是棋子，我李义之的生死荣辱，绝不能系于你萧无一一心之上恶。靖安王府、北府军，都必须得到遏制。靠世家吗？你明明比我更清楚，世家才是大业的农庄。一直，以树育人，人必以树相待。不如
换一个方式。钱呢？啊，我的钱呢？告诉你小屁孩，今儿不给钱你就甭想走。把钱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快点！操，拿出来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走。哥哥，我饿。多谢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萧无义，这么多流民在健康城外乞讨，北府兵为何无动于衷？你有想过未来的大业是什么样的吗？我希望那是一个国泰民安的大业，边关有能征善战的武将，朝堂有清明的吏治，士族与寒门皆有所长。他们便是藏身西院的寒门学子。柳昭林和那些藏身西院的穷学子们，为何愿帮谢怀贵？不过是因为只有依附权贵才有仕途出路。读书之人，若非被逼无奈，谁愿脏了手中笔，身上衣？你说，我应该重新给他们一次机会吗？殿下曾救妾性命，于妾而言，殿下便是幽暗中照亮灵魂的神明。若今日殿下肯再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也一定会将一生都献给殿下的。殿下恕罪，妾失言。给他们换身新的衣服吧。诺。设立中正，以家世、文藻、德行为经纬，划分品阶，上品仅士族可获。老师还当兰台会是士族私企呢。孤监国3载，广设州学，拓藏书阁，寒门俊杰已非无下阿蒙。故而，孤要将兰台会改为春考，让燕雀与鸿鹄同进云霄。殿下，礼法乃天之北斗，若妄改旧制，恐乱天地纲纪。老师都把孤推到这个位置了，还谈什么宗法纲纪？殿下，开春考劳师动众，更何况世家子自垂髫便习经籍，天下鸿儒尽萃鸿门书院呢，也皆各大世家所营，倾金帛，聚贤良，以尽揽九州精英。莫非老师是怕世家考不过寒门？若殿下执意要如此，臣有一个条件，为天下学子们出一道难题，论河道兼修之难与解法，此乃天下之难题。看看世家子与寒门谁才真正懂得大业国事。若如殿下所言，世家子考不过寒门，那老夫愿告老还乡，重开学院，潜心学问，不再论政事。老师说笑了，这事儿孤准了。没事吧？既绑着我又护着我，阿毛，你好矛盾。我记得你吃不了桃子，没
想到竟有一日，也不得不对你出手。别跑！正如你说，这殿下明知北秦要挑拨君臣关系，还铁了心的要借题发挥，夺走晋安王府的兵权。那他之前竟然是假意跟巫医。现下我已经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是假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让人先找到萧无一，千万让他不要回到健康，落入圈套了。你说的对，君子论迹不论心，更何况是帝王。恐怕眼下只有我能为萧家说上一句话了。明日我就上表。不行，阿紫，你这样会得罪齐王的。微臣尽忠，并非愚忠。如果此案真的疑点重重，那我就有上表的责任。今天晚上先住在这儿。殿下，是阿大带着禁军来搜人了，快到了！阿紫，少府印信借我用一下。好。人跑了，抢了我少府印信跑的。你连夜出城，即刻赶往驿站，务必在齐王的人来之前告诉他健康出事了。好。不过现在四方城墙下肯定全是伏兵，这次出城，你九死一生。以一敌百，可能打不过，但肯定能跑得过。只是我若出城了，城内可就无人可用了，到时候您的安危……放心，是，我会保护好世子妃的。你也是皇家勇士？不仅是我，健康城内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。我们都是当年奉命保护文熙太子，但文熙太子从未启用过我们，他只希望我们好好生活。上！一行。世子，老王爷杀谢怀圭，被廷尉当场抓获。追捕途中，老王爷还重伤廷尉。齐王已经下令将王府内所有人通通抓走了。世子妃呢？何源，你并非御史，上谏非你之责。殿下难道忘了北伐之志了吗？放肆！莫忘你是何人之路。臣心不二，为天下见。萧氏执掌北府多年，战功赫赫，于国有功，还望殿下细查太傅之案，莫让北秦挑唆，离间了殿下与北府军心，误了北伐之战。巧言令色，罪加一等。30大板就在殿上打。诺，来人！当年上京沦陷，有多少大业子民沦为北秦奴隶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。20多年战乱不休，如今不搜捕靖安王，并非为了太傅之死，而是要拿罪臣之头为北伐锦旗。你们是否怀疑姑的身份？姑都不在意了，因为姑要做的是让天下人都看到姑的决心。殿下，锦衣使送来密报，
念，在春考榜首面前，大声的念。诺。请接10里烽烟急报：北府黑旗一队星夜兼程，直趋健康，其势甚急。距玄水已不足20里，渡水在即，望速备防，勿使有失。听见了吗？萧无一调兵回来了。北府改制后，无中书旨意，各地守兵不可擅离驻地，这是萧无一自己定下的军规，他却自己犯。你还要再替他求情吗？拿着这封密报，自己好好的看。别怕，吃吧。怎么样？刚刚叶青送来消息，黑旗过了玄水，就再无音讯。世子此次反击，必是血雨腥风。若没有十足把握，倒不如我们先回北京。回北京？那王爷怎么办？大公子怎么办？你若怕死，我去拼命。你，世子，这是冲我们来的。还是没找到谢家玉的藏身之处吗？阿大将军已经率领禁军搜查了整座健康城，没有发现世子妃的踪迹。这2年推行北府改制，禁军也已脱胎换骨，能将健康城控制得如铁桶一般。可谢家瑜竟还能从眼皮子底下消失，这说明谢家瑜也好，萧无一也罢，健康城中肯定还有姑不知道的退路。这说明这健康城依旧不在姑的掌握之中。一城如此，一国何如？萧无一已回健康了是吧？是的。让景兰看好西月楼，看好妙手。诺。慢点儿。西月楼。怎么少了一家？这叫百鬼灯，有特殊的含义呢。什么含义？难不成还有警示之意？对啊，是有警示之意。接着喝，今夜不醉不归，怎么喝？萧无一奸诈狡猾，就算是回来了，也断不会来我这里自投罗网。这就进了大理寺里面了。进个大理寺算不得什么。王爷、王妃还有逍遥，他们都在里面。瑶瑶，该回家了。你猜到我会来此，
我还猜到你会拿萧无一声东击西，怎么，不怕我抓了他吗？你抓不住他的。是，我是没抓住他，还让他跑了。不过，我也猜到你会趁此来劫狱。快走！走，刘姑姑。萧无一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你就跑不了了。萧无一，你放了殿下！萧无一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一心只为天下吗？林茂，明明是你欺人太甚，你明知我阿父乃是被北齐人所害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，趁机夺取北府兵权，诛灭靖安王府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这健康何时是个讲道理的地方了？你们刚才经过的暗道，还有那藏匿人群之中的高手，难道就是你们日后拿来跟孤讲道理的吗？萧无一，明日便是行刑之日，纵然你逃得过，他们仨也绝对逃不了。李茂，我对你已仁至义尽，再见面便不再留情。殿下，不必追了，有靖安王府的人在手，他势必会自投罗网。